好，今天我们刚刚在进场的时候呢，就来谈那个立法院的大战这样子。对。不过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真的。而且国民党不一样了。我在那边现在知道年纪是障碍了。年纪真的，国民党现在很年轻，他是最年轻的党。对。哇，我尤其佩服陈玉珍。那个郭正亮有讲啊，就是40岁以下，国民党40岁以下的有11个。对啊，就是我他昨天直播就在讲，说民进党的南部立委，你想一想，你们连任多少届了？OK， 但是这不是今天的主题，这不是年龄，这也是世代差别了。对，没有错。好。再说一次，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今天的2位来宾啊。那大家非常喜欢的是姚永明姚老师，欢迎。好，江总好，大家好。接着是郭正亮亮，刚刚祭祖回来哈。亮配，对。好，今天我们要先从这个整个的俄乌战场对于美国、对俄罗斯还有对欧洲的影响，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谈乌克兰啊。因为普丁昨天呢举行了一个记者会，这是他的年度记者会。我先说一下，4个半小时，好惊人哦！4个小时起跳，对啊，4个半小时这样子，没有去上洗手间呢。然后真正问到饱。我每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讲说蔡英文、赖清德在干什么？真的，谁让你问到饱？我直播4个小时也没上厕所，所以你就适合当总统嘛，你就这样子啊。你最多到4个小时，对，我看都是天哪，回答了76个题目哈。好，那当然里面呢，他有谈到了俄乌战争啊，然后也谈到了川普，他就说，他很乐于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当然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可以跟川普好好谈，所以这真的是双普都表达了见面之意哈。当然这里面到底在哪边见啊什么，这可能都还有他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面呢，其实他回答了有12个题目都跟俄乌战场上是有关系的。那他说，他当然愿意谈判啦，他也愿意呢这个让步啊。他说本来嘛，其实呢战争之后呢，其实妥协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他说他只跟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谈判，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玄机哦。然后因为他后面有去解释，他说整个乌克兰的法律啊、宪法里头并没有规定说什么战争戒严，然后就可以延后选举。那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政府都不是合法的政府，所以他要跟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谈判，而不是跟现在的泽伦斯基谈判。这背后其实也凸显出来他现在另外强硬的一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北约现在该怎么办，因为川普不挺乌克兰，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那么北约要不要接手去把这里面的安全协议当中呢，那个安全护栏就这个缓冲区，然后北约要不要接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说，现在美国现在想要改变很多国家，那么比如说英国，马斯克现在传出来说，马斯克正在跟英国的改革党，然后谈说，然后有重量的这个巨款，然后目的呢就是要让英国可以改造。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川普对加拿大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喊话说，你要不要变成美国的第51州啊？这是个好主意啊，这样你就不用被科高关税了。而现在的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其实他下台的声浪越来越大，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因为跟这个杜鲁道有关于关税的事情不合，所以呢已经是请辞了。那这件事情让整个现在的这个加拿大的执政党越来越困难。好，所以我这边先请教一下永明，你怎么去看普丁现在做球咯？我可以跟川普谈，但是我只跟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谈。我看了他的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记者会哈。我觉得3个重点，第一个，其实俄乌战争现在在战场上的这个情况，已经是俄罗斯胜利了，就这么简单。那他觉得，当然那就可以谈吧。那但是呢，他设下了2个，就是另外2个前提。他讲的其实他跟川普并不是那么熟
他上一次这个通话也不过是2019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是个官方的这个场合，跟川普不断的在讲说，我跟普京很熟，我很钦佩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他等于是先做一个这个缓冲区，先做一个就是说你不要一直贴上来，我跟你没有那么熟，也许我们在一些议题上，比如说结束俄乌战争啊，或者是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个批评是有一致的。可是我倒不觉得说他去这个跟川普去蹭，那某种程度这也表示说，美国你现在要来结束这个战争，可能还是要以我普丁跟俄罗斯的利益跟这个条件来进行。那他的第一个条件现在提出来了，我不跟这个泽伦斯基，除非他现在再一次选举，因为我们知道应该是今年他有选举，但他把它延后了。那所以他认为只有那个拉达就是乌克兰的国会的名称，才是这个合法的。那他可以跟拉达的这个主席乌克兰国会的议长去谈，这个是不得了，哪有国会议长能够去谈这个战争的结束的这个问题呢？那当然就凸显出泽伦斯基他认为他的这个不合法性跟不代表性。重点不是那个法或者是选，而他认为泽伦斯基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战争前到战争这个过程当中到现在，他是没有站在真正整个区域稳定到乌克兰自己本身人民的角度来考虑。那很多的问题其实不管是纳粹化，还是说对乌东人民语言以及对俄罗斯传统在这边区域的利益的这种不尊重甚至破坏，他觉得对他是很批判的。那因此你看到就是他是写说英文上面写叫做 potential talk 这个很微妙。他的从俄文翻译过来说，我不是愿意跟你直接谈，我未来可以跟你谈但是呢有很多前提。那因此呢这个 potential 也就是你要满足这些前提。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第一个是战场上你要承认你的失败，然后呢这个等于是乌东的这一块的区域怎么去认定，这是当然将来和谈的轴心。然后呢你要有一个合法的人能够代表乌克兰，而且是真正的重视到乌克兰人民利益的这个合法的这个代表人。那我觉得他这个 potential 就是未来有机会可以谈的重点在这边。那这个会不会为未来真的举行俄乌谈判设下很多这个框架、层层的障碍框架的，或者是门槛？当然会有，对，那当然会有。那也许他可能还是在，所以他看准了川普有可能会答应这些框架，有可能。你看川普的那个俄乌特使，对于就是乌克兰的特工去暗杀那个俄罗斯的中将，就表示的非常的这个不同意。这个很重要。对，那讲到北约，我觉得北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以前讲北约就是讲美国嘛，你现在讲北约好像变成不是美国，好像是变成北约变成是 minus 这个美国，这个是北约吗？这就不是北约。这很有趣耶。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欧洲联盟的时候，其实从西欧联盟到欧洲联盟，都一直想要建立一个叫他自己的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或者是欧洲军或欧盟军，但都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基本上这也是美国的一个设计跟设想。可是呢，现在要结束战争，川普是有说，未来北约国家是可以扮演在乌克兰战前协议之后，乌克兰内部的稳定的或者是这个援助的力量。那也许就是说我美军还是不会进入到乌克兰，即使是停火之后。那但是呢，欧洲的国家可以这么做。那但是我是觉得他也没有想清楚，欧洲国家这么做，但不能以北约的方式跟民意去做，这就是关键。对，他可能再也没办法用北约的力量，然后来跟俄罗斯或者是跟乌克兰来设这个安全缓冲区。所以现在的一切的这些讲法，这些政治人物搞不好明年都下台了，自保都不足了，他哪有力量来去影响俄乌战争？还安排说美国不在之后的北约怎么去保障乌克兰安全或者是欧洲安全？怎么可能呢？那美国你要美国人离开吗？美军离开吗？加拿大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自找的啦。本来加拿大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对加拿大的情感是复杂的，加拿大对美国也是复杂的，有20%的人一直都认为其实加拿大也就是美国的一州，第51州。但是呢，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说你加拿大自命清高，要表现出好像比较优雅，比较这个温和的美国人。
你们还是美国人本质上，但你要故意表现出好像比较优雅温和。但是呢，因此在很多这个语言上，因为加拿大有一个法语区，魁北克，魁北克讲法语的人还蛮多的，闹独立的。那所有的加拿大人某种程度大概都会讲法语，因为他们的这个教育里面都会有上法语课。那所有的这个招牌都是英法两语并用的。然后他们特别就是资源非常的丰富，可是所有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跟美国连结。它的 GDP 60%是靠贸易，而它的贸易有75%，4%，这3/4是到美国去。所以你说你是美国的另外一州，在经济上、在体育上、在文化上，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加拿大当然是个国家，它是1867年独立的美国是1776年，所以相差不到100年。那当然过去的历史也都是英国的这个殖民地，可是后来，其实加拿大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跟着美国。那比如说。那个越战，他不参与，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越战的时候逃到加拿大去。伊拉克战争他不参与，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到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啊，加拿大其实是有它的特殊性。我很喜欢加拿大，它真的就是比较gentle，然后没有那种高高至上在上的那种美国人的态度。但是杜鲁道应该在加拿大被骂翻了吧？对川普那么的。卑微啊，他就代表杜鲁道一直的行事风格都是如此，他不是一种冲突取向，但是呢，你看到他把他的副总理给开除了，他副总理自己请辞的吧？是自己请辞，他的副总理其实就是要强调这个强硬政策，那结果你自己不出来，当面被人家说你是这个州长，然后又讲了好几次，最近一次是2-3天前，他也没什么反应，你的尊严何在？是不是？然后呢，他就用的方式不是联邦有一个怎么样的因应报复的政策，如果你敢对我采取25%的关税的话，他的方式是找各省的省长来，然后大家共同提出因应政策。那你做总理干什么？结果各省刚开始的时候有一起开会，到后来就各行其事。有的省说我们要断掉你的水，有的省说我要加强边境的这个防卫，有的省说我要加强跟美国的沟通。所以你把加拿大反而变成一个更分散的，那加拿大真的很长很分散。加拿大历史上2个东西维持了加拿大的这个统一一致性，一个是它的那条铁路，加拿大铁路贯穿的整个铁路，因为加拿大人大概就是沿着美国的边境这样居住，实在是太冷了。然后呢，我去过渥太华，渥太华现在的温度就跟哈尔滨一样，零下30度。那然后。这个它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广播电台，让整个加拿大维持一致。但那只不过是说凸显出它在很特殊的地缘历史跟种族人文环境之下，跟美国略为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的确确是1年800到1000亿的对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以及川普的这种作为，所以我是觉得，它也反映出加拿大部分人就是觉得，那我们就跟美国谈；另部分人就觉得。我们要强硬，所以这个会是加拿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这边请教一下阿亮，其实今天你把普丁跟杜鲁道放在一起，它恰恰就是川普他在未来世界当中，美国他如何去面对他的敌人，以及面对他的盟友。其实这一点刚好跟拜登形成很强烈的对比。拜登是完全不跟俄罗斯接触的，而川普是要跟俄罗斯接触的。然后拜登呢是跟加拿大紧紧的绑在一起，杜鲁道就像这个拜登的小弟一样紧紧跟随，但是川普对杜鲁道是非常严酷的，所以原本的盟友似乎现在变成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负担，而原本的敌人现在反而成为彼此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谈判的对手。你怎么去看？过去的拜登4年跟未来的川普4年，真的会很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川普没有盟友啦。实际上，有人最近出了一本书了，就是 CNN 那个国际政治版的主编啊，他说《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实际上，对川普来讲，这个世界的格局就是美中俄决定的啦。没有美国的北约，就是乌合之众啊，他根本没把你看在眼里嘛。所以对他来说，只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是他的对手，其他都是你就跟我吧，你也不要想在过程中要跟我讨论啦。
我做了决策你就跟，就是这样。我认为他就是这种姿态啦。他连法国、德国都没看上眼，怎么会看得上眼你加拿大？对不对？而且还故意在他的面前一直说他是 governor，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事实上就俄乌战争谈判来讲，他也只有打电话给中国啊，打给习近平啊。对，因为他认为只有习近平才有可能帮乌克兰争取条件啊。你法国有什么用？德国有什么用？土耳其、印度都没有用嘛。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还蛮现实的耶，他本来很清楚就是啊知道事实是什么。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打交道的方式会渐渐的在各个领域表现啦。比如你到亚洲，你就会发现那个四方会谈他也没有兴趣了。对，我干嘛搞这个？我自己跟中国打交道就好了，我自己跟北朝鲜打交道就好了。而且美国他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国之力啊，那事实上他可以立即展现他的筹码跟优势。你如果还被一些小多边、大多边缠住，你的行动还不自由嘞。所以我跟你讲，因为政治是这样啊，谁能够很快出手，那个就是真实的力量嘛。那你如果看起来很大，可是出不了手，有什么用？现在加拿大就是看起来很大，然后彼此内部完全分歧的情况，就是川普凸显了他们的分歧。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强国啦，实际上加拿大也只有2兆左右。我是说多边，比如说北约是假多边嘛，真正有出手能力只有美国嘛。你看那个南斯拉夫内战，你就看得出来了嘛，最后是谁在出手？美国啊，对啊，就是这样嘛。那有出手能力，而且真的会出手的，在那个国际现实主义里面才是真的对手嘛。不然每天在那边狐假虎威，像印太经济架构或者是 AUKUS 等等。对啊，我认为中国大陆都没有在看那些了，他只看到美国啦，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4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世界了。就是只有中俄是对手，剩下来的都只是美国的跟随者。对，就看你要不要跟嘛，不然你想办法自求多福嘛。我觉得川普就是这样啦。那因为他是美国优先，所以他就现在在看美国跟个别国家打交道，他自己先得到好处再说啦。他都是这样算的啦，我哪里去想到你？呀呼！